如果要在公元前119年的中国版图上找一个真实的物理坐标，那不是长安城里堆积如山的战报，而是横亘在漠北荒原上的10万具战马尸骨。这场被称为漠北决战的军事行动，在后世的教科书里被镀上了一层光环。但如果翻开大汉帝国的底层财务代码，你会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运算结果。为了支撑10万骑兵跨越2000里的后勤补给，汉武帝不仅调动了步兵和民夫数10万人，更是将大汉马政数10年积累、官司合计的14万匹战马一次性推上了牌桌。战争结束时，活着回到长城以内的战马不到3万匹。这不是一场远征，这是大汉帝国的一场系统级过载。为了彻底抹除北方边境的地缘威胁，汉武帝强行透支了帝国的金融血脉，启动了一次不计成本的终极压力测试。在这场国运级别的赌局里，2台不同代差的战争引擎卫青与霍去病迎来了他们宿命中的最后一次物理碰撞。公元前119年春天，未央宫发布了最终的战略部署。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精锐骑兵，兵分2路，跨越塞外荒漠，直接捣毁匈奴单于的大本营。在10万大军拔营起步的震动中，大汉军方的权力架构正在发生一次隐秘的重新分配。汉武帝在战前完成了一次资源倾斜，史记留下了这道人事安排的底层逻辑：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大汉系统内最强壮的士兵、最优良的战马、最先进的装备，甚至是被俘虏后投降汉朝、最熟悉地形的匈奴向导，全部被划拨到了霍去病的东路军。分给卫青的西路军不仅装备和人员老化，还被塞进了一批像李广、赵翼基这样由于政治博弈而必须带上的老旧组件。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这是汉武帝作为帝国董事长在进行强制的内部权力对冲。卫青在军中的基本盘太大了，他的部下几乎垄断了大汉的军方高层。汉武帝必须利用这场终极决战，把霍去病这个新合伙人彻底推向权力的巅峰，以此来完成大汉军方权力重心的强制转移。带着最豪华配置的霍去病和带着一套拼凑班底的卫青，尽管他们旧圣之间的私交依然稳固，但在系统的资源分配下，2人就这样一东一西驶入了黄沙漫天的无人区。在东线战场，21岁的霍去病再次启动了他的越狱算法。他带着5万精骑深入漠北2000余里。这一次，他面对的不仅是匈奴人。大漠的白昼，地面温度能把马蹄烫到开裂，士兵的甲胄里被汗水和盐渍结成硬块，磨烂皮肤。而深夜，气温会瞬间跌破冰点，汗湿的躯体在极寒中迅速失温。在这种生理超频状态下，这意味着将领和士兵都必须在马背上完成浅层睡眠。5万汉军像在马背上长出来的幽灵，他们在极寒的深夜疾驰，战马每一口粗重的呼吸都能带出大片的血污，那是马匹肺部血管在极寒空气中爆裂的征兆。这种不计后果的急速行军，让霍去病在没有任何容错率的情况下，精准锁定了左贤王的主力。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降维碾压，汉军斩首70443人，左贤王的政治高层被一网打尽。这场战役最核心的输出并不在于杀戮的数量，而在于战后的一个动作。史记刻画了中国战争史上最著名的那个画面：封狼居胥山，单于孤岩，登临瀚海。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修筑祭坛，祭祀天地，拨开后世文人赋予的滤镜，这其实是一次大汉主权对草原规则的覆盖。在古代，只有天子或者拥有最高政治授权的帝国代理人才有资格举行封禅。霍去病把大汉的祭坛建在了匈奴人的圣山上，等同于在敌人的信仰中枢里强行砸下了一根宣示主权的钢钉。他是在整个东亚大陆的认知极限之外设立了一块不可逾越的物理界碑，彻底覆盖了游牧民族的地缘边界。封狼居胥这4个字从此变成了一块高温的烙铁，烫进了这片土地的血液里。在往后的2000年里，它将成为这个民族所有武将的终极业绩标准与最高图腾。卫青在跨越大漠后，与匈奴单于的主力迎面相撞。面对以逸待劳的匈奴铁骑，卫青靠着5钢车构建的环形防御阵地，硬扛住了敌军的第一波冲击。双方随即陷入贴身肉搏。这场仗打得如同绞肉机一般艰难，直到黄昏时分，大风起，沙砾击面，狂风裹挟着粗壮的沙砾，像一面巨大的屏障。游牧骑兵的视线和机动性瞬间被剥夺。这阵风和86年前吹过彭城的那阵风一模一样。在能见度彻底归零的瞬间，卫青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笔突如其来的国运红利。汉军主力骑兵借着风沙的掩护，全线压上，大破单于的王庭大军。86年前，大风刮过，刘邦在屠宰场里捡回了一条命。86年后，大风再起，大汉帝国在绝地里完成了终极反杀。
单于在狂风和喊杀声交织的压迫下，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他抛弃了整个主力军团，带着几百名亲信借着夜色逃窜。卫青没有给这支溃败的残部任何喘息的机会。大汉的骑兵点燃火把，借着微弱的星光，在黑夜里踩着敌人的血肉追杀了200多里。10载斩首鲁万9000级，这是单于王庭最核心的武装资产，但这还不是这场战役最致命的战果。卫青的主力一路向北，推到了匈奴腹地的赵信城。这里囤积着单于用来过冬的所有粮草和物资储备。面对这座城池，卫青一把大火把匈奴人最后的过冬口粮全部烧成了灰烬。汉军在滚烫的废墟旁驻留了1天，确认没有任何残留的资源后，这才调转马头踏上归途。至此，单于的王座被彻底掀翻。匈奴人不仅失去了核心的武装力量，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后勤储备。漠北的极寒即将来临，失去粮草和城池的匈奴残部即将面临一场由大汉帝国亲手制造的无法逆转的大饥荒。而负责侧翼迂回的李广，在没有向导的沙漠中又迷路了。战后，面对那些由刀比例呈上专门核实战利品与追究过失的案卷，60多岁的李广拒绝进入这套羞辱老将的核查流程。这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军不打算再向那群坐在官署深处里的官僚交出任何辩解，他选择了最刚烈的方式，引刀自尽。一代名将就此终结。后世文人总是用李广难封来感叹命运的不公。李广打了一辈子防守反击的阵地战，他这台运行了40多年的老旧硬件根本无法兼容漠北那种需要急速锁敌的闪电战版本。他的死不是英雄迟暮的哀歌，而是一个旧时代的战争零件，在发现自己成了帝国远征路上的冗余负累后，主动执行了最激烈的报废。李广的自毁在未央宫的朝堂上引爆了巨大的舆论反噬，这股怨气成了压垮卫青基本盘的最后一根稻草。战后，卫青的团队没有一个人获得封赏，他自己也在未央宫的权力沙盘上开始了不可逆的权势渐衰。漠北决战的结算账单传回长安，未央宫的封赏名单将帝国的权力天平彻底砸向了另一端。霍去病的部下大面积封侯，汉武帝打破了大汉的官僚建制，专门设置了一个名为大司马的最高军衔。卫青和霍去病同时加封大司马，这意味着在名义上，这位22岁的年轻人已经拥有了和他的舅舅完全平级的系统权限。在这个权力交替的风口浪尖上，汉武帝对霍去病进行了一次试探。武帝下令在长安城内为霍去病修建一座奢华的府邸，让他去看。面对这座象征着财富和阶级固化的不动产，霍去病给出了让整个官场失语的回答：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几千年来，这句话被解读为少年英雄的爱国热血，但在政治博弈中，这句话是物理隔离。在一个凭借军功兼并土地，所有将领都在疯狂购置房产和经营人脉的时代，霍去病拒绝在长安城里留下任何属于自己的利益锚点。他不买房，不置地，不豢养门客，不结交文臣。他主动切断了自己与大汉官僚网络的所有数据交换。他用一种偏执的孤独，向系统最高的控制者证明：我不要股份，不要分红，我只是你手里的一把纯粹的武器，只要你指向哪里，我就杀向哪里。这种不需要政治维护成本，只追求杀伤力的绝对清醒，才是霍去病最可怕的地方。漠北决战之后的2年里，大汉的战争机器因为马匹的枯竭和财政的透支，被迫进入了休眠状态。那把最锋利的武器，却在这短暂的平静中引来了突然的崩断。公元前117年，24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猝然离世。关于他的死，后世的看客们编织了太多充满政治阴谋论的猜测，但如果我们剥离这些悬浮的剧本，回归最底层的物理常识和生物医学逻辑，答案其实客观得多。这是一个搭载了超前2000年战术算法的肉身，在那个年代，它依然受制于汉代简陋的医疗硬件。在缺水、极寒、高压的漠北无人区，它以一种反人类的节奏疯狂超频运行了7年。他的免疫系统早就被长途奔袭和疲劳拉扯到了物理极限，也许是一道在河西走廊未能愈合的刀伤引发了致命的败血症，也许是在漠北饮用了被游牧部落提前投入病死牲畜的污染水源。在抗生素诞生之前的冷兵器时代，这种看不见的生物级系统感染才是抹杀所有变量的终极武器。他的死不是什么阴暗的政治谋杀，而是硬件在极致燃烧后不可逆的物理崩塌。
如果这台战争机器在全速运转30年，大汉的政治沙盘上会发生什么？在未央宫那台轰鸣的权力绞肉机里，没有任何一把利刃可以永远保持纯粹。如果寿命足够长，他必然会卷入后续的皇权交接，会在无休止的利益交换中变成一个臃肿的官僚，或者像他的舅舅卫青一样，在晚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宗族被最高控制者成批的报废。时间往往是政治系统对武将最致命的腐蚀剂，就像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如果李世民在贞观之治最绚烂的时刻转身退场，他留给历史的将是一张无懈可击的底片，后世将永远失去对他指手画脚的机会。寿命的延长只会让他在复杂的权力运算中不断暴露出兼容性错误。所以霍去病走得太及时了，他仿佛一个带有最高执行权限的特定程序，在强行拔除了大汉帝国最大的外患，完成了上天赋予的任务后，在自己最巅峰的时刻，在政治筹码开始变质之前，被上天带走了。这不是天妒英才，这是对他最完美的保护。长安城的秋风卷起未央宫前的落叶，吹过那套沾满干涸血污、再也无人能穿上的沉重铠甲。大汉帝国最辉煌的战术奇迹，永远地停留在了一段24年的代码里。他用最绚烂的猝死，避开了一切政治清洗的可能，留给后世的是一把永远没有机会生锈的绝世之刃。